Hello，大家好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如果你看过我上一个视频呢，就应该知道我回了中国1个月。由于疫情的原因呢，我已经4年多没有回去了。那这一次回中国，我可以用一个成语来形容，那就是马不停蹄。马不停蹄的蹄呢，就是马的脚。马不停下脚步，不停地向前奔跑，意思呢就是非常的忙碌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，一刻都没有停下来。那举个例子，你可以这样讲，我刚从北京开会回来，又马不停蹄地去上海开会了。我在上海马不停蹄的原因呢，就是我有非常多的人要见，家里的亲戚、朋友，还有以前的同事等等，真的觉得有点累。其实今天呢，我想跟大家聊一聊中国的早餐，特别是上海人的早餐。在上海，早餐的选择呢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，而且呢，每一样都非常的好吃。刚才在看视频的时候呢，我发现自己的脸圆了一圈，可能在中国吃的实在是太好了吧。说到上海人的早餐，就不得不提四大金刚。四大金刚原先指的呢是佛教中的4位护法神。在上海人的眼中呢，四大金刚指的分别是大饼、油条、粢饭团和豆浆。可见这4种食物在上海人心目中的位置。大饼呢是烘烤而成的，就是把面团做好，然后烘烤一下就是大饼了。那大饼呢，我们在上面撒上芝麻，吃起来非常的香。大饼在上海分为2种，长的呢是咸大饼，圆的是甜大饼，所以你买的时候可要注意它们的形状了。油条呢就是油炸的细长的面团。那就是在上海吃早餐的时候呢，大饼和油条是可以分开单独吃，也可以放在一起吃。那如果你想放在一起吃，一个正确的吃法呢，就是把油条折起来，因为油条呢是很长的，所以先把油条折起来，夹在大饼里面吃，也是非常不错的。在上海，油条的吃法其实是非常多的，你还可以把它截成一段一段的，就是一小段一小段，蘸酱油吃。在这个时候呢，配上1碗泡饭，味道真是太棒了。泡饭呢也是上海人经常吃的早餐之一，我会在之后的视频里向你们解释什么是泡饭。因为油条是长的，上海人为了不破坏它的形状呢，买完之后都是用筷子把它串起来带回家的，是不是这个办法还挺聪明的？然后再来说说粢饭团和豆浆，这2个真的是我的最爱。那粢饭团呢，其实在以前做法是比较简单的，就是把油条包在糯米饭里面。那我们说糯米饭，其实呢它是大米和糯米混合而成的。听说这个比例也是非常的重要，如果米饭太多的话，那可能就会有点硬，但是如果糯米太多的话，又可能有点黏，所以呢这个比例的掌握可能也是非常难的，真是一种学问呢。现在的粢饭团呢，内容就比较丰富了，除了加上1根油条之外，你还可以选择加蛋、加火腿肠、加榨菜、加肉松等等。
所以呢，其实一个吃饭团的量是非常大的。一般对于我来讲，就是我很难一个人把整一个都吃下去。那如果你真的吃下去的话，可能到中午吃午饭的时候都不会觉得饿。最后呢，来说一说四大金刚中的最后一个豆浆。豆浆可以说是上面我说到的3种早餐的好朋友了。就是不管你是吃油条、大饼还是吃饭团，豆浆呢都是一种非常不错的选择，就是搭配在一起吃。因为大饼、油条、吃饭团呢都是比较干的，那你来一碗豆浆呢，就是感觉会好一些吧。那豆浆在上海呢也是分为甜的和咸的，我们分别把它叫做甜浆和咸浆。那甜浆呢比较简单，就是在豆浆里面加上糖，感觉呢跟国外的豆浆也差不多。那咸浆的配料就非常丰富了，我需要来读一下。在咸浆里面呢，你需要放小段的油条，就是把油条掰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放在豆浆里面，然后还有榨菜、虾皮、葱、紫菜、酱油和麻油。那如果你喜欢吃辣的话呢，还可以放一点点辣油。除了四大金刚，上海还有很多让人念念不忘的早餐。念念不忘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学习的成语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时时刻刻都记着，然后一刻都不忘记。那在王家卫的电影《一代宗师》当中呢，就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，叫"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"。意思呢，就是如果你一直想着一件事情，那终有一天你会得到回应的。就是如果你就举个例子，如果你有什么梦想的话呢，就一定要坚持下去。如果你有这样一个信念的话呢，终究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。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呢，我并不觉得所有你念念不忘的东西都会有回响的。我觉得可能年纪大一点的话呢，就会慢慢的领悟这件事情。与其我们就是抱有这样的执念呢，还不如学会放下，这也是一种成长吧。我们还是回到早餐这个话题吧。还有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早餐呢，就是蛋饼。蛋饼其实不是上海特有的早餐啦，在北京呢，我们把它叫做煎饼果子；在山东呢，叫山东煎饼；在上海，我们一般就叫蛋饼，或者呢，它还有一个比较通俗但是不太雅的名字，叫包饺布，或者也有人叫裹饺布。那就是蛋饼呢，它其实就是一层薄薄的面皮，在上面打上鸡蛋，撒上葱花和香菜，放上油条或者是脆饼，然后呢，你可以涂上甜面酱，或者是辣酱，如果你喜欢吃辣的话，之后呢，再把面皮包起来卷起来，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上海人把它叫做包饺布。那里面的脆饼或者是油条呢，可能就是饺吧，然后外面的那一层薄薄的面皮就是那个包饺布。听起来有一点恶心，但是吃起来非常的好吃。那在我视频下面呢，我给了大家一个链接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一看包饺布是怎么做的。记得初中的时候呢，我们有一个上体育课的时候，有一个让我觉得特别讨厌的测试项目，就是跑800米。那好像是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就是规定女生要在4分30秒之内跑完800米才算是及格的。那我真的非常讨厌这个项目啊，而且呢，我的成绩也是一直在及格和不及格的边缘。
之前呢，就是那个时候，每次在800米考试之前的2个礼拜呢，我和我的好朋友都会提早到学校，就是早上一清早到学校去训练。每次训练完呢，我们都会到学校隔壁的早餐摊去买包脚布。所以呢，这也让我也对于这个训练呢有了一点点的期待。跑步就是为了包脚布嘛。上海的早餐呢远远不止这一些。有人说过，在上海，早餐的品种多的呢，可以让你1个月不重样。意思呢，就是说，在1个月里面，你每天早上都可以吃不同的早餐，都可以找到不同的早餐来满足自己。那在上海的早餐里面呢，有你们比较熟悉的生煎包、小笼包、烧麦、锅贴、包子、馒头。这里要说一下，包子和馒头它看起来是差不多的，但是包子里面呢是有馅的。为什么说包子呢？就是把什么东西包起来。那我们可以有肉包、菜包等等。然后呢馒头呢一般就只有面粉，然后里面是没有馅的。但是在上海呢并没有包子这一个说法，我们都说馒头。但是如果里面有馅的话呢，我们说肉馒头、菜馒头。最后来说一说上海人经常吃的一种早餐，泡饭。那泡饭呢，我们可以配那个各种的酱菜，当然也可以配油条，我在之前的视频里呢已经提到过了。那泡饭和广东的粥在外形上面有一点像，但是呢其实泡饭是更加简单的，就是把昨天没有吃完的米饭用开水泡一下就可以了。那如果你有昨天晚上没有吃完的菜呢，也可以放在一起烧一下，就变成了菜泡饭。那泡饭相对来说比较简单，不用出门买，自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。所以以前小的时候呢，我泡饭吃的也是比较多的。好了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。其实上海的早餐呢，你说上3天3夜都说不完。如果你有机会去上海的话，一定要尝试一下。非常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